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来聊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出了一个大模型 DeepSeek。那么这个新闻已经在最近的这些媒体里面充斥了各大平台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有些人觉得这个东西的出现是一个蛮巨大的进步将会引领整个嗯，东方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进步吧。另外一部分呢，觉得说，DeepSeek 呢，有抄袭之嫌，或者是说其实没那么厉害甚至有些人说这个 DeepSeek 只是一个噱头炒作，根本就没那么厉害，什么之类的。那么我今天就要来聊一下这个具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首先呢，就是很多人在用过这个 DeepSeek 以后呢，他的观点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厉害的不是像网上很多攻击人说这个只是个炒作因为确实你如果有用过那可能你的观点就会不一样。那很多人他攻击这一点的话，就蛮可笑，他自己都没有用过，甚至连ChatGPT 都没有用过。所以他都没有用过的情况下，在那里讲说这个是个噱头什么，这就蛮可笑的就是他本身他对这些不了解，没有亲身的去体会，所以这样子的话，观点其实是很情绪化的，没什么意义的事情。那么如果你真的有用过的话，你会发现，ChatGPT 跟这个 DeepSeek 其实旗鼓相当。就目前的话，在没有新的版本的情况下，应该是旗鼓相当的一个水平。特别是这个中文领域的话，你如果用一下 DeepSeek 的话，你会发现 DeepSeek 的这个中文的水平其实蛮强的，甚至在一些地方其实超过 ChatGPT 的。包括它的文采各个方面逻辑性都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给的这个逻辑链就是它不只是简单的给你一个结果它有给这个就是逻辑的一个链条，让你更清晰的思考它是怎么思考的，然后从中你可以就是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有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太简单了，我们也不知道它的逻辑来源是什么，那么可能真正用起来也就是不是很放心。那么有这个逻辑链的话，相对来说我们会更清楚它的这个想法的来源，那么我们在用它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怎么去用，或者是用哪一部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第一点呢，就是说 DeepSeek 的水平确实是可以的。至于什么抄袭这些，其实没有必要太去那个什么，因为很清楚了。其实现在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技术水准包括它的这些来源，其实大家那些专家都已经讲明白了就是最多也就是有一个增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呢，同时它又有很多自己独创的技术在这里面这个就不必特别展开，因为也不是今天的重点。另外，所以我们主要要讲的是它的出现将会带来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它的出现会给现在这个科技的这种状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冲击首先呢，在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叫什么这 AI 的一个发展从前2年 AI 开始就是进入人们的视野就是 OpenAI ChatGPT 之后大家慢慢的去意识到这个 AI 的能力一开始当然针对 OpenAI 也有很多人都在讲说它是噱头它也是就是装模作样什么之类的好像也是一样的，就是好像总有这么一帮人会讲这样的话但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你就发现其实AI 在整个科技的这种进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它将引领了整个社会跟世界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有的人把这个 AI 形容成这个蒸汽机的这样的发明我觉得可能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智力的发展它将决定的未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跟蒸汽机
我觉得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那么在整个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OpenAI 其实它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阶段。虽然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 AI 啊，比如说 Cloud 啊，或者是Grok 啊，或者是别的什么豆包啊之类的 Kimi 哈，其实蛮多的。但是真正能够跟 OpenAI 就是较劲嘛，就是竞争嘛哈，就是其实没有，因为整个水平的这个差距是蛮大的所以一直都是他一枝独秀。那么所以当然 OpenAI 它属于这种闭源的一个模型，所以你用起来是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我也不好去说这个费用高或低哈，这个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确实是就是要支付一定的这样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它随时也会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东西方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封锁吧哈，就是出于一些其他的原因哈，并不是技术的原因，他们其实是有隔阂的。那么在整个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在 AI 的发展当中，西方的这一边的技术，它可能是整体因为有这个ChatGPT 的这个 AI 的这种加持，它其实是在进入一个新的技术的飞跃期。那么东方特别是某几个国家的话，因为这种封锁，它能用到的是一些相对更低端一点的 AI，那么所以在整个这个发展，它是处于一种滞后甚至有一些尴尬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DeepSeek 的出现确实点燃了这另外一侧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树吧，就是说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很多东西都会慢慢的去融合在里面。它将带过来的不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群的一个公司的变化，它将带来整个是绝大部分行业的重新评估、重新的定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技进步，就是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它现在就是最好的 AI，但是它这个 AI 已经能够达到第一梯队的这种水准，那么它也就代表了这个接入它的这些公司不会被掉队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国的一些大的公司，其实他们也在接入这个 DeepSeek，就是他们其实他们的接入就是一个最大的认可就是跟网上那些就是很多自媒体在那边就是情绪化的那边讲说这个是个炒作之类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很诚实，他们觉得这个技术可以，那我就可以介入它，或者去把它作为一种选择的方式。那么就更不用说在东方的这些公司对吧？你看，连百度它也介入了。本来百度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大模型文心一言，但是它依然介入 DeepSeek，就是证明 DeepSeek 的水平肯定是相当的可以的吧那么其实 DeepSeek 除了东西方这样的一个打破这样的一个僵局以外，它本身也是代表了一种开源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就是原来因为 OpenAI 属于这种闭源的，那么其实是想用这个技术，但是用不上或者是成本太高还有一些是因为它比如说有些落地式的更加就是不联网式的一些产品，他们其实就很难用上这个大模型就都必须要有网络才能接到这个里面。那么开源有个好的方式，它其实是可以部署到一些不用联网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上面。那么它将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特别是物联网这一块就是这一块的产业会因为像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的产生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飞跃。所以你会看到这之后不管是这个投资市场它都会带来一大波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就是很多人说这是炒作这是什么爱国情其实不是，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资金聪明的钱，他们对于科技进步带来的这种
利润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和判断。所以你永远不要小看这些资本身上这些聪明的钱，他们其实最清楚这些东西到底好跟不好，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是炒作还是什么，其实他们很明白的。所以当整个资本市场在认可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傻傻的在那边嘲笑啊、嘲讽啊，就只会做这种事情。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很好的机会就是个人的发展，然后进步，还有投资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很好的机会。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埋在那种情绪化的发泄里面。你在发泄的时候，别人正在赚钱所以我觉得要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情，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频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希望大家能够更客观的去看待问题然后来提高自己的这个思维水平，还有真正的这种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家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看到 DeepSeek 这种发现，我们不要太多的去关注那种到底是就是你支持哪一方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知道说DeepSeek 它带来的将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就是代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它的开源会带来比如说像 OpenAI 他们也会会更多的免费的产品的这种就是公布大众，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现在阿里也在出一些产品就慢慢的就可以要么免费，要么更低的价格给大众来用。那么更多人就会受惠于这个，而不是说变成这个模型本身会带来了很多的这种阶层的这种差异就是开源的，它有开源的这种好处吧，就是雨露均沾，大家都可以用得上那大家就都有一些创新的机会、创业的机会、赚钱的机会，就都会有。那闭源的，当然闭源有它的好的地方，这里就不多展开。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记住这个 DeepSeek 的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你可以去关注更多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可以做出自己一些投资或者是创业或者是工作这样的一个选择。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